開心呀！老 K 今天終於下了決心，把老 K NBA 這個頻道又做起來。這主要是受了 Klay Thompson 轉投 Miami Heat 的影響。過去10幾年，他是老 K 最喜歡的 NBA 球星之一。我們經常說一句出來看上帝呀，就是看 Klay 的三分球。所以感謝大家，希望能支持一下老 K NBA 這個新頻道。我過去幾十年最喜歡的事情3樣：足球、籃球、遊戲。今天足球2個視頻，所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真的很開心。感謝您的點讚，感謝您的熱推。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咱們這就開始。好的，今天咱們瓜迪奧拉紀錄片第2集。書接上回，咱們說到了第1階段，克魯伊夫如何發現了瓜迪奧拉。第2階段，我們準備講克魯伊夫把瓜迪奧拉真正變成了自己的場上分身。在接下來的6年裡，瓜迪奧拉經歷了幾乎完整的一次王朝的循環，從替補少年到主力4號位，到歐洲冠軍，到4連冠的核心，再到夢之隊大腦，然後雅典慘敗，王朝崩塌，送別克魯伊夫。感謝您的支持，感謝您的熱推和點讚。喜歡的話，歡迎您訂閱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前面我們講到1990到91年，19歲的瓜迪奧拉還不是夢之隊大腦，整個賽季他只出場了6場正式比賽，一共413分鐘。克魯伊夫已經決定把這個年輕人往一線隊推一推，但他仍然處在觀察期。而這時候米利亞的離開，瓜迪奧拉面前突然出現了一扇門。米利亞從巴塞羅那加盟皇馬，留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誰來負責後場和前場之間第一連接？誰來站在中後衛之前？誰來接第一腳球？誰來決定整支球隊向左還是向右還是向前？克魯伊夫沒有簡單去尋找一個兇猛的防守型後腰，他開始越來越相信這個很瘦、看着很慢，但是卻很會思考的年輕人。90到91賽季，巴薩終於結束了皇馬在西班牙聯賽長期佔據優勢的局面。91年5月，巴塞羅那奪得聯賽冠軍，但是非常諷刺，巴塞羅那自己前一天0-4狂輸給加的斯，但第2天馬德里競技輸給皇家社會，於是巴塞羅那提前成為冠軍。這也是瓜迪奧拉球員生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重大冠軍。但是有一點特殊，他是冠軍隊成員，卻還不是核心。真正屬於他的爆發是接下來的賽季。但也在這一年，克魯伊夫差點離開足球。1991年1月27日，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克魯伊夫因為長期吸煙導致心臟問題，接受了手術。這對整個巴薩來說是巨大的震動。後來的克魯伊夫戒掉了香煙，但也是長達6年，從91年到97年，他才逐步最終完全的戒掉了煙癮。戒煙成功後的克魯伊夫曾經拍攝了一則非常著名的加泰羅尼亞反吸煙公益廣告。他在廣告中說，足球給了我生命中的一切，而吸煙差點奪走這一切。可儘管在40多歲就成功擺脫了長達幾十年的煙癮，但早年嚴重的吸煙對身體造成的深度損傷仍然留下隱患。2015年10月，克魯伊夫被查出肺癌，最終於2016年3月不幸逝世。而時間到了91到92賽季，瓜迪奧拉由前一年的6次出場到這一年出場了42次，他變成了巴塞羅那主力4號位，是整支球隊的樞紐。他的技術、閱讀比賽的能力，以及那件後來成為象徵的4號球衣，克魯伊夫把它作為自己在場上的延伸。這句話的分量非常重，一個才20歲的孩子怎麼可以控制那麼多巨星？瓜迪奧拉身邊有羅納德·科曼、米歇爾·勞德魯普、赫里斯托·斯托伊奇科夫、何塞·馬里·巴克羅、吉列爾莫·阿穆爾、奇基·貝吉里斯坦、安東尼·蘇比薩雷塔，全部是声名赫赫、歐洲最頂級甚至是世界級的球員。但在整個體系最重要的位置，克魯伊夫用了20歲的瓜迪奧拉。為什麼？因為克魯伊夫的足球邏輯和傳統教練完全不同。他不是問誰最強壯，而是問誰最清楚下一腳應該傳到哪兒。所以瓜迪奧拉的任務開始逐漸固定下來。中後衛拿球，瓜迪奧拉接應，吸引第一道逼搶，判斷對手中場的位置，把球再交給前面的巴克羅、阿穆爾或者勞德魯普，甚至有時候他直接尋找邊路和前鋒。瓜迪奧拉開始成為防線和攻擊線之間永遠存在的連接點。據當時的隊友後來回憶，瓜迪奧拉進入主力陣容之後，很快就表現出和這支巴塞羅那完全匹配的踢球方式，他逐漸成為連接後防和攻擊線的最重要人物。另外很有意思的是，克魯伊夫專門安排經驗豐富的荷蘭球員羅納德·科曼，對，就是後來咱們巴薩和荷蘭隊的主教練科曼。克魯伊夫讓他和年輕的瓜迪奧拉經常密切相處，希望科曼幫助這個年輕人進一步理解什麼是荷蘭式的足球，比如如何控制空間，什麼時候向前，什麼時候回傳，什麼時候改变節奏，又如何利用寬度，
如何理解整支球隊的位置之間的關係。而瓜迪奧拉本身非常好學，是個非常愛問問題的人，所以他不只是在踢球和練球，實際上就是在上足球課。後來的他談起克魯伊夫時代，總會把那幾年描述成自己理解足球的根基。但1991到92年在歐洲冠軍盃的征程並不像後來人們想象的那麼順利。第二輪對陣德國球隊凱澤斯勞滕，首回合在主場巴塞羅那2-0獲勝，瓜迪奧拉出場。這時候大家可能覺得晉級問題不大了，結果到了客場，巴塞羅那幾乎崩潰，凱澤斯勞滕連進3球，比分變成3-0。如果就這樣結束，巴薩就要被淘汰。比賽已經來到最後的關頭，這時候巴克羅在最後時刻的頭球破門，3-1，將總比分扳成3-3。巴塞羅那憑借客場進球的優勢晉級。巴克羅的這個進球也是通往溫布利道路上的奇蹟。隨後他們進入歐洲冠軍盃小組賽階段，面對布拉格斯巴達、本菲卡、基輔迪納摩，最終表現優異，拿到決賽資格。對手是意甲的桑普多利亞，地點在倫敦溫布利球場。1992年5月20日，瓜迪奧拉21歲，第一次首發參加歐洲冠軍盃決賽。當晚，巴塞羅那的主力首發有蘇比薩雷塔、阿爾貝特·費雷爾、科曼、南多、胡安·卡洛斯、瓜迪奧拉、尤西比奧·薩克里斯坦、巴克羅、勞德魯普、胡里奧·薩里納斯、斯托伊奇科夫。這場比賽瓜迪奧拉一直踢到加時賽的最後，才被老隊長何塞拉蒙·阿萊桑科換下。比賽前，克魯伊夫留下了一句後來成為巴塞羅那歷史經典的話，很簡單，出去吧，享受比賽吧。克魯伊夫的動員很簡單，去享受吧。因為他的想法是，如果球隊已經訓練到知道自己應該如何踢，那麼決賽不應該突然變成另外一種足球，繼續傳球吧，繼續創造空間吧，繼續進攻，繼續做自己。這句話也成為1992年溫布利歷史的一部分。90分鐘0-0進入加時賽，比賽越來越接近點球大戰。然後巴塞羅那獲得前場任意球，球擺好了，斯托伊奇科夫、巴克羅、科曼完成了配合，最後科曼大力射門，球如炮彈般鑽入球網，巴塞羅那1-0戰勝了桑普多利亞，歷史上第一次成為歐洲冠軍。而當時年僅21歲的瓜迪奧拉也成為歐洲冠軍球隊的首發中場，而且他的角色可不是普通的藍領，他踢的是整個體系中負責組織的4號位。所以1992年21歲像個孩子一般的瓜迪奧拉捧起歐洲冠軍杯，滿心喜悅。當時大約 2.5 萬名巴塞羅那球迷去了英格蘭，去了溫布利球場。而當球隊回到巴塞羅那之後，大約有100萬人走上街頭迎接他們的歐洲冠軍。1992年並不僅僅是巴塞羅那的一次歐冠冠軍，這是一個巨大的心理上的突破。過去這家俱樂部總有一種感覺啊，我們很偉大，可歐洲冠軍為什麼永遠輪不到我們？但在溫布利之後，這個幽靈消失了，而21歲的瓜迪奧拉剛好站在這個歷史性轉折點的中央。更瘋狂的是，歐洲冠軍拿完了，聯賽冠軍還沒有拿到。在溫布利奪冠之後不到3周，巴塞羅那仍然在爭奪聯賽。最後一輪之前，皇馬領先他們1分。皇馬客場挑戰特內里費，巴塞羅那主場對畢爾巴鄂競技，巴塞羅那必須贏，然後等待皇馬丟分。結果一開始皇馬竟然2-1領先，巴塞羅那這邊2-0，但這樣下去，冠軍還是皇馬的。在比賽最後10幾分鐘，發生了特內里費奇蹟，皇家馬德里的里卡多·羅查竟然打進烏龍，2-2。緊接着特內里費再進了一個3-2，皇馬在最後時刻的崩盤，巴塞羅那突然成為聯賽冠軍加歐洲冠軍雙冠王。21歲的瓜迪奧拉就這樣達到了人生的第一個巔峰。可1992年的故事還沒有結束，巴塞羅那奧運會來了，而且足球決賽甚至就在諾坎普。瓜迪奧拉代表西班牙參加奧運男足比賽，最終西班牙一路進入決賽，對手是波蘭隊。決賽現場大約來了 9.5 萬人，西班牙最終3-2險勝波蘭，瓜迪奧拉又成為了奧運冠軍。1992年可能是他整個球員時代最完美的一年，他一次性拿到了西甲冠軍、歐洲冠軍盃冠軍，還有奧運會金牌，而且奧運會就在自己的家鄉巴塞羅那舉辦。況且這時候的他只有21歲，老天對這個年輕人太好了，以至於後來不得不平衡一下，奪走了他滿頭秀髮。接下來到了92到93賽季，這時瓜迪奧拉已經不是驚喜了，大家都知道在巴塞羅那後場出球首先要找誰。這一年他參加了39場正式比賽，還打進了1個球。他的位置已經固定，而夢之隊許多巨星可以輪換，但球隊仍然需要瓜迪奧拉負責維持結構。
在歐冠，巴塞羅那以冠軍的身份力求衛冕。第二輪面對莫斯科中央陸軍，第一回合客場1-1，第二回合回到諾坎普，巴塞羅那曾經一度2-0領先，看起來晉級已經沒有懸念了。結果最後連丟3球，最終巴塞羅那2-3莫斯科中央陸軍，以總比分3-4，衛冕冠軍竟然早早被淘汰。這就是該死的足球。但這其實又給瓜迪奧拉的職業生涯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課。歐洲冠軍並不是因為你會控球就會永遠屬於你。同一年年底，巴塞羅那又和南美洲的冠軍聖保羅爭奪洲際冠軍，他們最終1-2失利。所以1992年之後，夢之隊巴薩並不是一路橫掃，他們開始遭遇越來越多不同類型的挑戰。但國內聯賽出現了第二次特內里費奇蹟。1992到93西甲聯賽最後一輪，劇情幾乎和上一年一模一樣。皇家馬德里再次領先巴塞羅那，而他們最後一輪，皇馬又要去特內里費，讓人幾乎覺得這就是編劇寫的劇本。結果巴塞羅那1-0擊敗皇家社會，皇家馬德里0-2又輸給了特內里費。巴塞羅那在最後一天再次反超奪冠。要知道那個年代可沒有今天這樣，每個人都拿着手機看比分看直播。所以夢之隊最經典的畫面，當巴塞羅那比賽結束，球員沒有離開草坪，大家都在那兒等，有人在聽收音機，有人從工作人員口中想得到新的消息，然後突然全場爆炸。當時的場面，所有人在球場等待競爭對手皇馬的比賽結果的畫面，成為夢之隊時代最經典的記憶之一。而瓜迪奧拉就親歷了這一切，並且連續2年。時間到了1993到94賽季，夢之隊最強的一年，但也最危險的一年。巴塞羅那又迎來一位真正的超級巨星，巴西隊頭號殺手羅馬里奧。於是前場變成了羅馬里奧、斯托伊奇科夫、勞德羅普還有巴克羅，再加上後面的瓜迪奧拉和科曼，攻擊天賦已經極其誇張。那個賽季巴塞羅那在聯賽打入了91球，並最終實現4連冠，而瓜迪奧拉自己參加了48場正式比賽，是這個階段單賽季最高紀錄。1994年1月8日，在諾坎普，巴塞羅那對皇馬，最終5-0狂勝，而且第一球和瓜迪奧拉有直接的關係。羅馬里奧最著名的進球之一，傳球的就是瓜迪奧拉。第24分鐘，瓜觀察到羅馬里奧的位置，把球直接交到他腳下。羅馬里奧背對球門接球，隨後突然完成那個極其著名的轉身動作，用腳內側把球拉回來，身體瞬間轉過防守球員，然後破門。這個動作後來成為他職業生涯最經典的動作之一，而交給他這次進攻的鑰匙的人就是瓜迪奧拉。那一天，羅馬里奧3個球，帽子戲法，科曼1個進球，伊萬伊格萊西亞斯1個球，那是夢之隊最輝煌的夜晚之一。但僅僅1年之後，這個比分會完全倒過來，但這個我們留到後面再講。93到94賽季，其實真正長期保持領先的是拉科魯尼亞隊。最後一輪前，巴塞羅那仍然需要別人幫忙。他們在主場面對塞維利亞隊，拉科魯尼亞面對瓦倫西亞，巴薩必須贏，同時等待對手再丟分。塞維利亞曾經2次領先，但夢之隊巴塞羅那最後打出5-2的大勝。斯托伊奇科夫2個球，羅馬里奧1個球，勞德魯普1個球，巴克羅1個球。所有人開始等待另外一場比賽。這時候在另外一塊場地，拉科魯尼亞只要進球就是冠軍。比賽最後階段，他們獲得點球，主罰的是米羅斯拉夫·久基奇。如果罰進，巴塞羅那的冠軍夢就泡湯了。結果點球竟然沒進，比賽0-0結束，巴薩再次奪冠。於是91、92、93、94西甲4連冠，而最後3次全部拖到了最後一輪才逆轉。對瓜來說，這是他從一個孩子變成了王朝球員的時刻。90年他剛剛第一次登場，到了1994年，他23歲，已經擁有4個西甲冠軍，一個歐洲冠軍杯，一個歐洲超級杯，還有奧運會金牌，而且是夢之隊的主力組織者。故事看起來幾乎就像童話一樣美好。問題是4天以後災難來了。巴薩剛剛奪得第4個連續的聯賽冠軍，4天後在歐洲冠軍聯賽決賽，地點雅典，對手 AC 米蘭，對方的主教練法比奧·卡佩羅。賽前的巴薩被普遍視為奪冠熱門，米蘭隊甚至缺少2名最重要的後衛，巴雷西和科斯塔庫塔。很多人認為羅馬里奧加上斯托伊奇科夫加巴克羅加瓜迪奧拉加科曼應該能夠輕鬆擊敗這支殘陣的米蘭，但結果恰恰相反。第22分鐘，馬薩羅進球，半場前馬薩羅再進1球，下半場剛開始，德揚薩維切維奇進球，
隨後德塞利再進一個，最終米蘭4-0狂勝巴塞羅那。這是瓜迪奧拉球員時代最重要的失敗之一。這場球為什麼對研究瓜迪奧拉如此重要呢？因為卡佩羅非常清楚巴塞羅那的大腦在哪兒，就是呱呱。卡佩羅的中場通過強硬的壓迫和快速推進，盡量切斷巴薩從瓜迪奧拉向球輸送前的路線。在米蘭第一次進球的進攻當中，薩維切維奇從右側突破了瓜迪奧拉，完成了制造進球的關鍵推進。所以當呱呱這個中央處理器 CPU 沒法正常工作以後，整個夢之隊的結構開始失靈，這也是4號位最大的弱點第一次被放大。過去瓜迪奧拉式的4號位非常依賴空間、接球角度，還有隊友的位置和整體上的控球。如果球隊結構穩定，瓜迪奧拉可以把比賽控制得非常漂亮。但如果對方緊貼他，高速逼搶他，從他身後衝擊，並且巴塞羅那開始失去了整體站位，那麼呱呱並不是那種可以靠身體把對手全都撞開的後腰。在雅典，這個問題暴露得非常殘酷。如果說92年的溫布利球场教會了瓜迪奧拉這樣的足球方式可以統治歐洲，那麼1994年的雅典教會了他這種足球方式也有可能被摧毀。老 K 甚至認為，從理解後來主教練瓜迪奧拉的角度看，雅典可能和溫布利同樣重要。遺憾的是，這場0-4並不是普通的失利，它成為一個時代的分界線。隨後蘇比薩雷塔離開，勞德魯普離開，甚至加盟了皇馬。胡里奧·薩里納斯離開，戈伊克切亞等等老成員也陸續離開。羅馬里奧後來也返回了巴西。1994年5月18日可以視為第一代夢之隊開始死亡的那一天，但關鍵的時候瓜迪奧拉並沒有走，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當夢之隊裡的外國巨星們開始離開，老將們開始離開，陣容開始重組的時候，瓜迪奧拉留了下來，他也逐漸變成新舊兩代巴塞羅那之間的連接者。所以球員時代的他，我們不能只看技術，也要開始看他的領導力。時間到了1994年美國世界杯，在雅典慘敗1個多月之後，瓜迪奧拉代表西班牙隊出戰，對陣德國時他進入主力陣容。隨後小組賽對陣玻利維亞，第19分鐘西班牙獲得點球，瓜迪奧拉主罰球進了，西班牙最終3-1獲勝。所以我們的呱呱不僅參加過世界杯，也真的在世界杯進過球。隨後西班牙隊3-0擊敗瑞士，進入8強。在1/4決賽，他們1-2輸給了有羅伯特巴喬的意大利，特別是巴喬完成了制勝球，西班牙隊被淘汰。在老 K 剛剛看球的90年代，西班牙队是屬於紙面實力超強，但每次大賽總是軟軟的，總是打不出好成績。而這一年1994也是瓜迪奧拉第一次真正的經歷足球從頂峰迅速的墜落。接下來94到95賽季，這一年瓜迪奧拉參加了34場正式比賽，打進2球，但球隊已經明顯失去過去的穩定。接着發生了一件像電影一樣非常戲劇化的事兒。1年前他們曾經5-0皇馬，但1995年1月皇家馬德里5-0狂勝巴塞羅那，整整反過來。而更加諷刺的是，前年在巴塞羅那帶着巴薩贏球的勞德魯普，現在穿上了皇馬的球衣，又5-0痛打了巴塞羅那。這一年的歐洲冠軍聯賽，巴塞羅那進入8強，對手是大巴黎，首回合1-1，第二回合在客場巴黎，巴塞羅那一度領先，最終卻被逆轉1-2，總比分2-3出局，聯賽也失去了冠軍。巴塞羅那最終只排名第4，第一代夢之隊的統治已經結束，球隊出現了一些新面孔，路易斯·菲戈、伊萬·德拉佩納、格奧爾吉·哈吉、格奧爾吉·波佩斯庫、羅伯特·普羅辛內斯基、約爾迪·克魯伊夫，這是克魯伊夫的兒子小克魯伊夫，還有阿維拉多等等。現在的呱呱已經不是最年輕的孩子，他變成了克魯伊夫體系的老學生。95到96賽季，瓜迪奧拉踢了48場正式比賽，2個進球。從使用率來看，他依然是絕對核心。但這一年很有意思，巴塞羅那3條戰線都接近成功。在歐洲聯盟杯，他們一路淘汰了多個對手，殺進半決賽。對手是拜仁慕尼黑，首回合在慕尼黑2-2，這個結果對巴薩看起來非常有利，因為第二回合回到主場諾坎普，結果他們在主場以1-2輸球，總比分3-4出局，距離歐洲聯盟杯決賽僅1步之遙。96年的國王杯決賽，巴塞羅那面對馬德里競技，最終0-1又輸了，再次失去冠軍，聯賽最終也沒能奪冠。於是這個賽季從3線並進到徹底失敗，主教練克魯伊夫和主席努涅斯的戰爭徹底爆發，他們的關係越來越惡化，核心的矛盾包括球隊要重建，
包括引援的權利，包括俱樂部的管理。克魯伊夫公開批評管理層，管理層卻認為克魯伊夫已經越來越難以控制。1996年5月18日，克魯伊夫正式被巴塞羅那解雇。而巧合的是，2年前的雅典0-4慘敗，剛好也是發生在5月18日。當時賽季還沒有結束，還有剩餘的比賽，但巴薩俱樂部直接讓克魯伊夫離開。克魯伊夫遺憾地公開表示，自己連和諾坎普球迷正式道別的機會都沒有。最後2場比賽由雷克薩奇負責指揮。當世界足壇的球聖克魯伊夫離開以後，巴塞羅那下一場主場比賽來了大約7萬人，看台上出現了大量支持克魯伊夫、批評俱樂部管理層的橫幅，大多數標語明顯站在克魯伊夫一邊。換句話說，管理層可以解雇克魯伊夫，但很難把克魯伊夫主義從巴塞羅那球迷腦子裡刪除。而這時候，作為最重要的繼承人之一，瓜迪奧拉此時還站在球场上，但屬於他的父親時代克魯伊夫時代結束了。從1990到1996，瓜迪奧拉一直生活在克魯伊夫的足球世界裡。克魯伊夫發現了他，改造他，信任他，讓他控制夢之隊，讓他成為歐洲冠軍，又帶着他經歷了在雅典的慘敗，最後自己被俱樂部趕走。所以1996年之後的瓜迪奧拉已經是另外一個人，他必須面對一個問題：沒有克魯伊夫以後，我是誰？我該怎麼做？預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會是我們第3階段的故事。1994年的雅典已經告訴他，自己的足球必須繼續進化。好的，感謝您的支持，感謝您的點讚和熱推。喜歡的話，歡迎您訂閱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下次再見。